护镖取命同价，一单10两金。好说，就是借钱我也要杀。出门数月，那个贱人就与邻村的屠户好上。我说20两，请大侠帮我杀了这对奸夫淫妇。女人和小孩我不杀，他和屠户好了，你不会换个婆娘？这。金彪，西村有个不知死活的小子，就是因为知县大人欠了些工钱，非要拼命。知县大人想请你过去，只要神鬼不知，价钱好商量。什么狗官？工钱不愿结，花钱取人性命便舍得了，滚！对不住，金大侠，告辞。金镖，金10两，20两，取命。看一眼模样。接不了。这嫌低，开价便是。你来迟了，就是他雇的我，去办点差事。30两，40两，50两。我说几遍才能懂？给老子滚远点儿！你别太高看自己了。我一单生意10两金，你可知凭的是什么？第一，我守信；第二，我刀快啊！2条人命，20两。你费尽周折救出义父，他死了，也不见你有半分伤感。人死灯灭，何必自扰？哦，对了，关于戚天风，姑娘知道多少？我只知他是曹帮出身，原是码头苦力，但心狠手辣，行事果决。当年义父闯荡南都商界，撼动当地势力。需有人替他抛头露面，便选中了戚天风。作为回报，义父也帮他坐稳了曹帮帮主的位子。你见过他？很久以前见过。他看似孱弱，实则是南都城1等1的高手，而且能从卑微处直上青云，心机算计，必深不可测。戚天风和文老过从甚密，你作为文老的义女，应该常能见到他。早知道是曹帮追杀你，10两金可不够。他们找过你了？他这颗20两金起，你说我收不收？金兄能这么说，应该没有要反过来杀我的意思。那是自然，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可他们非逼我动手，我就杀鸡儆猴，砍了2个脑袋。要加钱？看你顺眼，对折。唉，金兄且犀利，像你这么一路杀到南都，我就倾家荡产了。哼。姑娘刚才腰疼啊？哼。
你说你们想过江，还偏得罪了曹帮，这条江都是他们的。我看你早有打算，快说。姑娘对扬州可算熟悉？论沿江诸地之繁华，南都为首，扬州次之。两城分列大江南北，遥相对望，皆是商队往来频繁的枢纽之地。你特意从扬州过江，是想搭上商队？众目睽睽之下，对方不方便动手。前面便是扬州最大的生丝集市，那里有的是南都商队。哦，哼，你这颗脑袋是值些银了。哎，孙子，你看看，那是南都苏家的人。您再上上眼。哎呦，这多看看。南都苏家，商界魁首，100年丝绸黄沙。这些富商最为谨慎，如何搭上他们？就你了。哎呦，谢谢公子，谢谢。苏公子，现在长着眼看看我呢。生丝湖还有很多家，多看几家无妨。都是扬州产的生丝，我看别无二致。做生意货比三家，终归没有错。哎呀，钱叔，咱们苏家年年上扬州采购生丝，跟这些私商多少都有些情。人在江湖义字当头，何必锱铢必较呢？公子，这不是江湖，是商场。我姐可说了，这次构思呢由我做主。素闻苏家公子侠肝义胆，今日有幸得见，真佩服。既然苏公子如此中意，那我这500斤上等生丝，自当以真情价卖与公子。哎，你这500斤，那就多谢了。公子一次收500斤，这不是苏家的规矩。规矩由人，以后我要是接管苏家，把这规矩一一都改了。这桩生意若谈成了，不但会坏了规矩，更会失了人心啊！你是何人？何出此言？公子，你以上等丝的价格来收中等丝，这便是坏了商道规矩。轻信那些巧言令色之人，只会让精心做丝的商户感到心寒啊！天生商道，逆举顺受。你们苏家即使再家大业大，但是言行如此轻率，只怕皇商的名声长不了多久。我们苏家100年丝绸，怎么选丝我看都看会，几时轮到你来插嘴？那如此说来，公子就是有意而为之。刚才是我心急了，你要不再看看？下一个。公子，那我们刚刚说好的，你以后还想做苏家的买卖吗？那苏公子您再看看。哎，公子留步。钱叔，你管他做甚？哎，我看你气度不凡，又精通商道，不知道是扬州城哪家大户的后生啊？啊，我是欲往南都，途经扬州罢了。要去南都，那正好，与我2人同行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哼，抱歉抱歉。好啊，我正好有2位朋友一起同行，可否？既是公子的朋友，请便。哎，这一路甚是无趣，半个贼人都没看着。一路平安那多好啊！咱们是生意人，又不是闯荡江湖。你是苏家的独生子，早晚要接管家业，尽早知道一些生丝行业的情况，是好的。比要得到那些什么武功秘籍来的实惠。知道了，钱叔。
你和曹邦到底有什么渊源？我和齐天风有灭门之仇。10余年前，舒家镖局接下一桩生意，标资高达黄金300两。自然，包金一高，若出差池，足令舒总镖头倾家荡产。结果路遇海寇，舒家3代家业毁于一旦，我爹含恨4万。这桩生意的雇主，正是齐天风。原来如此，齐天风单这一举就收了舒家全部产业，想必之前和那群海寇就早有联系。我爹死后，齐天风欲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是文老将我保下后，又收我为义女。成年后，我云游四方，历练武艺。半月前回到南都，才知道义父落难，却还是晚了。难怪你说你许久未见到齐天风。以他今日之势力，想必比当年更甚。你有几分把握？先入南都再说。公子稍等片时。好。我广惠庄来贵客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莫爷好。不知莫爷安枕于闹市，盼的是美人还是高士啊？高士寡淡，美人庸扰，都别来。没想到门主破例收下的关门弟子，竟是如此清俊年少。在下初出茅庐，还请莫爷您照拂。我看这位公子气度不凡，莫非也是同门中人？康掌柜，见过女云师兄。在下云香。康桥啊，坐。云老弟一进城，我便把文聪在南都的账目都归拢好了。老弟此番到南都，就是为了这事儿吧？莫爷果真是手眼通天呢。这些账本若要带回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自然。老弟啊，别着急。你且慢慢看着，无妨。过目不忘的拙技早已在云台练过。温老此前出事，莫也可知一二。养虎为患，说的不就是他文聪吗？齐天风背后可还有人？云老弟可曾想过？文聪出事，为何我未曾牵连其中啊？的确费解。云台行事最重机密，文聪替门中总辖南都事务，我搜集线报，传递书信。他的事我不打听，我的事他也不曾过问。难怪文老落难，即便莫爷手眼通天。
也并未有一丝警示。受教了。看来文老这些旧账是该好好查查了。臭小子，你也不说帮我一下。今日那位却是门主亲传弟子啊！非但如此，普通弟子3、5年便可出山，门主将他留在身边10余年，这是何等的器重？那便蹊跷了，他竟然一直被曹帮的人盯梢，似乎毫无察觉。你可看真切了？那金彪不在身边，千真万确。那女子呢？一早便分道而行。速去集结帮内1等1的好手。是。这公子香一到南都，先去连生坊，又去广惠庄。你可知道意味着什么？莫是想续上文聪的产业？你说你是文聪的义女，你说我们就得信吗？这问题我今天已经答过很多遍了。你是哪儿来的疯女人啊？骂完我疯女人，便问我要借据，我若拿不出，就说我无凭无据，如何证实你欠我一副钱财？是不是？他本就是这个理儿。若我再继续纠缠，你就让这些家丁将我赶出去，待我将他们一一放倒，才肯拿出一张清账凭据，说钱早就还给了广惠庄，广惠庄只收了7成，剩下3成是与你的封口费，是不是？我打了一天，真的很累。能不能省去动手这个步骤，直接将借据还我？把这疯女人给我轰出去！女侠，且慢，且慢，容我去取。金大侠，这边请。夫人，来贵客了，是金氏两金大侠。金大侠，哎呀，有劳金大侠每月重金资助积善堂的孤儿们，我替孩儿们谢过您了。别，我只是出了些钱，2位出力才是不易啊。您这哪儿的客气话呀？来，快坐下，歇歇脚，喝杯热茶。这孩子们都乖吧？哎，乖。啊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哎呀，金大侠，您一个大男人家，一看就没带过孩子。这个时辰呢，他们都吃饱了，睡午觉呢。哦，这个兄弟托孤，我这也无法照料，多亏有咱这积善堂。您言重了，我去给您拿账本瞧瞧。哎，别，细碎之事就劳烦2位了。要看的。哎，你别。来，金大侠。您是咱们积善堂最大的善主，这善款的去向啊，您心里有数，我们也踏实。是，您瞧瞧。对，每一笔都很清楚，很清楚，都很清楚。那既然孩子们都睡了，那我改日再来。哎，告辞，告辞。您慢走啊。哎，金大侠，我送你。不必。怎的不睡啦？是不是干娘跟叔叔说话吵着你啦？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小雨。小雨。小雨，叫金叔，这就是干娘跟你说过的大恩人呐。金大侠勿怪，小孩子家的。见了生人怕羞，日后啊，我会好好教他们礼仪的。罢了，无甚要紧的。
乖乖吃饭。金叔改日再来，可要见你胖些。听到了吗？今日手头有点紧，缓缓便将银子送来。倒是不急。走了。金大侠，我送您。走了。走远了吗？走远了。别打了，这鸡毛掸子打坏了，不还得再买吗？哼！现在当务之急是该想想怎么应对这个姓金的。怕什么？横竖那批小崽子已经卖了，还能拦回来摆上不成？再想个主意便是。看什么看？给我出来！告诉你，你是再敢不听话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知道吗？不要，再也不敢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大哥哥。奎爷，人都齐了，已按您的吩咐安排妥了。奎爷，您这招请君入瓮真是绝妙啊！哎，卖烟花！公子，看看烟花，咱家有地老鼠、花头、三级浪，各有各的好玩。您看你要哪种？钱你收好，我东西先放在你这儿，等会儿来取。听懂了吗？好的，公子。让开！上！分头追，上！这边，站住！这边。小子，弄鬼吊猴的把戏，可逃不了命。没有，我跟你们开玩笑的。
死到临头，玩一把也不为过。哎，慢着，都出来吧！你少与我故弄玄虚。来都来了，干脆点，非要等到我伤筋动骨才肯现身啊！你小子，莫爷，你不在广惠庄坐镇，跑到这穷街僻巷做甚？此人还这么多废话，哼，好大的口气啊！兄弟们，一个不留！也不给我留一个，你就别动手了，省得太血腥，不好收拾。还得托你跟七帮主带个话，别再招惹云台了。你奎爷我一定带到。那倒不必了，留个全尸，老七自会明白。你就如此笃定我在暗中跟着你啊？文聪死在白驹镇，你尚且可以推脱。我一个亲传弟子，要是死在南都城，你怎么跟门主他老人家解释？明知道有人跟踪，还进了广惠庄，让齐巅峰对我起疑。小子，你可以，敢拿命做赌注，让我对曹帮的人下杀手，这样我便再难置身事外。你既然那么不想抛头露面的话，那以后我在明，你在暗，如何？你可知道文聪为何落得这般下场？商海沉浮本再寻常不过，这些年文聪的实力早就难与南都商会抗衡，可是他不服气，非要荣光再现。商会掌握在文老手中，也就等同于掌握在云台手中。文老他不过是为门中效忠而已。南都商会为何不能由南都商人掌控，非得他文聪出头？你这番话只怕是不合云台门规吧？哼，小子，想跟我联手，还不能好言相待，跟我耍门奴手段，莫怪我轻看了你。那便是唐啸，南都赌业的龙头。那女的杀气太深，他身边的2个贴身护卫，据说皆是1等1的高手。哼，那男的，我可以让他3招。哎，今日是拍卖会，刀剑无用，收敛些。
苏明玉会来的。观察我，你究竟在盘算什么？顺势而为。客官，慢用。你等一下，这食物做的这么精细，佐山，这一碟下去都不够吃的。你这样，这个再给我来2份。好，马上，马上。公子，公子，先生，你果真还是来了。你姐猜的一点都不错。我就随便看看。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哎。苏公子，与我们你怎么在？哎，金兄，哎，昨日睡得可好？哎，舒姑娘，姑娘今日不同往日啊，看着甚是奇怪吧？闭嘴！你们一个个见到柯梦兰就五迷三道，我就传不得。来，坐，好，哎，好，好。做什么？我又没有五迷三道。诸位南都的同行，大家安好。承蒙苏会长的抬爱，今天的拍卖会由钱某代为主持。想必诸位惦记的都是拍品，那么在下就不再赘言。那便开始吧。对呀，开始吧，开始。还请唐公子稍安勿躁，商会规矩还是要说清楚的。今天既是拍卖会，垂阴一落，价高者得，所以还请诸位遵循商道，各安天命。姐姐，今日一过，外面依旧天高云阔，只是这连生方便前路未知。这连生方若真让唐公子拍了去，唐啸这种人，天湖在青楼见得多。姐姐，想由你回家的富家公子能排10里长街，挑个略顺眼的嫁过去，总也好过受唐啸欺辱。你我见机之身，何处不是漂亮？再说了，朝廷有令，贱籍世代不得改变，不得与平民通婚，嫁错人妾都不可，只可为奴。可我看的苏公子，倒是一片痴心。第3件拍品，连生方，作价纹银1200两，请诸位出价。1300两。天子2号1300两，1400两。哎呀，你快坐下。玄子1号1400两。2000两。天子2号2000两。你既为连生方来，为何不出价？切记，出其不意，伺机而动。 2000两，第2次。3000两。加了1000两。弟子2号出价3000两。钱老板，那你们苏家可是体面的大户人家，何时起也对我们这蝇头小利的偏门生意这么大兴趣？莫不是红海物价？3500两。唐公子，
还请出言谨慎。天子2号，3500两。3500两，第2次。公子课后借我1000两，半个月内连本带利都还。灌肠3分利，我与苏公子你1分利。好，4000两。这连胜方他值这个价钱？你当真有1000两？弟子2号，4000两。这连胜方啊，按市面上的行情，顶破大天呢，也就3000两，对吧？嗯。苏公子，情有独钟啊！啊！哎，苏公子喜欢，我也是，巧了吗？这不是，4500两。4000两，这个是要真值这价钱。愣着干嘛呀你？天子2号，出价4500两。苏公子，我看你如此想要连胜方，不如我也出资，你我同牌。好，苏公子出价6000两。弟子2号，6000两。6000两，第2次。6000两，第3次。敢问姓甚名谁啊？缘何从未见过？在下云香，初来而已。云香。幸会了。这里是南都，我是唐啸。猴子，是，就查到一个名字，没别的吗？张奎曾说，这云香虽有上乘身法，但未露过丝毫武艺。昨日接到消息，说他孤身一人，便火速召集人手，不想却中了他的圈套，10几个弟兄凭空消失了一般。即便云香一己之力全部击杀，也不可能即刻收拾干净。想必云台在南都还有助力。
准备挣5000两的银票，送到唐家赌坊去。东王，往年给唐家的碎银不过3000两，哼，多出这2000两，草帮半月的礼。几十年了，养人鼻息的滋味受够了，这才是不得已要除掉文聪的原因。看来那些人一定会找到你，你怕不怕？你应当害怕，他们肯定会找到你。你怕不怕？你应当害怕。莫文佳，做噩梦了？没有。擦擦汗。睡了多久了？快到酒楼了吧？啊，快到了。驾！唐啸身边那2个护卫，确实身手不凡。那个男的叫阿忠，之前没见过他出手，所以功法武艺也无从得知。我总觉得他是个倭人。怎么讲？去年吧，有几个镇抚司衙门的老兵闹事儿，把唐家老号给砸了，当晚就横死江边，而他们的官刀皆被斩断，造甲破损处也干净利落，怎么看都像是倭人的刀法。唐啸他杀了官兵，无人追查的吗？证据不足，而且这个唐啸啊，在关衙里边人脉颇广，所以南都府匆匆杀了几个死囚，就算完事儿。那另一个呢？那女子看装扮像关外人。她叫媚珠，据说是生在关外极北之地，我还曾与她交过手呢。就你？啊？这事儿得从3年前讲。3年前有个李百万，号称天下第一针，他和这个唐啸结了怨，召集手下打上门来。不爱听啊？来，这个媚珠啊，善使钝器，她练的身法像是关外奇术，反正手上也不知道缠了什么东西，攻势霸道，好似有千斤之力，但是并不精巧。一众高手出招，刀剑竟不能伤她分毫。再看那个李百万，他也不留余力，立刻打出自己的星宇3式，瞬间银针乱舞，穿羽断石，就像那个千星陨落。再看媚珠啊，她只是用手挡住自己的眼睛，丝毫没有惧怕他的针，还咧嘴一笑，就好像那索命的恶鬼。不过我看他真是绝世高手，我立马就使出我，哎呦，离魂眼第5式，从3楼高跃到他的面前。
只见这个女子杀红了眼，不由分说的向我攻来，正好我使出游龙剑，以柔克刚，丝毫不怕她分毫。行了，反正她的身体之强韧啊，不是亲手跟她交过手的，旁人就是看也体会不大。你呢，若是跟她交手，那我早年已大惨武林了。近身搏斗总是有的嘛。那依你看，那媚珠与阿忠的武功与戚天风比如何？戚天风啊，那真是绝世高手，号称铁手夜叉。就他那个断浪12掌，睥睨南都。只不过这些年打打杀杀，落下一身伤病，后来就没听过他亲自出手了。你们问戚天风干嘛？戚天风名声显赫，与媚珠作比，舒姑娘方能知道你的功力究竟如何。啊，那我要是跟戚天风交手，再练几年。那依苏公子所言，那唐啸行事一贯狂悖，我们拍下了连身方，不会遭他记恨吗？这点你放心，这个唐啸就算再狂，也不敢动我们苏家的人，更何况是我苏明玉的朋友。朋友二字，实在难得。公子，来。之前我们多有误会，方才见公子大义，虽然不会武功，却有侠义之心。来，哎，罢了罢了，你也别那么多废话，别耽误今日的正事儿。对，此等要事我怎么能忘？云公子，我那3000两已经交由商会，待你补齐那3000两，咱们就可以交割利器了。交割之事，最晚可到何时？啊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这还看不懂吗？你觉得他像有钱的人吗？我不过是问个时辰罢了。商会规定，酉时之前必须交割完，过了酉时，契约废除，所交钱款概不退还。酉时，现在已过午时，只余2个时辰了。到底有没有3000两？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公子见谅。现在离酉时还有2个时辰，苏公子，不要太早下结论。这都何时了，我如何信你？事到如今，你只能信我。苏公子不如稍安勿躁。移步到商会休息片刻，酉时之前，我一定会把钱凑到，送去商会。好，我等你。小二，嘿，教你个差事，告诉你个地方，把桌上那些吃的，连并这个，一起送过去。好嘞，谢谢爷。那个苏明玉啊，说起武功头头是道，其实就是个花架子。我刚才那么一试，马上就怂。和你一样，都是3分真7分假。3分真，金兄你太高看我了吧？你们这些人啊，没有一个实在的。不如这样，你和我都约解了，我回去接几单生意，然后把钱还你，如何？来，等你付了仇，是不是也要走？那是自然。怎么了？没有，随口一问。
你口中所说的话，哪一句是随意的？干嘛？干嘛？过来。干什么？以后当着苏明玉的面，莫要提起齐天风。我看出你当时有意打断，但是没想明白当中缘由到底为何。你说，那个媚珠与苏明玉交过手，嚣张如唐啸，为什么不杀苏明玉灭口？想来是忌惮苏家地位。对。刚才在拍卖之时，你还看到了什么？当时唐啸虽颜面扫地，但也没有对苏明玉过于冒犯，这些都在说明苏家地位。所以，苏明玉的作用不只是帮我们渡江。我本不想说的，但是我真的怕你太过心急，说漏嘴误了事。但是我今日无心之问，至少知道齐天风以救病缠身，功力大不如前。复仇不一定只靠武力的。事已至此，我不妨告诉你啊，我所有的布局，如今只差最关键的一步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先在2个时辰之内拿出3000两再说吧。坐回去。你坐回去。不是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啊？此事事关重大。到了。哎，你们在此等我片刻。义父已不在了，你凭那些单据又想要回3000两银子？是，或不是？玄玄乎乎，我才不信。我看呢，他就是想拖延时辰，走个过场。金兄，可敢与我赌一场？赌？赌什么？1个时辰之内，如若我借不到3000两银子，你与我的欠账一笔勾销。你别中他的招啊！你有银子存在这儿？没有。你有可抵押的家产？没有。你在南都有相熟的大户人家？只有一个，苏明玉。嗨，行。你若拿到了3000两，我让你多差遣个把月；你若弄不来，咱俩的账一笔勾销。一言为定。哈哈哈哈！哎，哼，不要为他摇头啊！就凭这些积了灰的破纸，你就张嘴管我要3000两文银，荒唐！文老走了，资产本该属于云台，可是现在多半却到了莫言您的手中。您说，如果门主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样？局的债，哪怕收回70%，也有数万两银子。
就算有千万两，与你何干？你擅自跑到南都来插手文聪后事，云香，我看在你是门主亲传弟子，我才想跟你井水不犯河水。擅自？那这么说，我进南都城，还需要莫爷您的恩准了。门主命你总辖越州事务，从未派你到南都来管文聪的事。莫爷果然是手眼通天。云香，我让着你，切勿得寸进尺，打秋风打到自己人头上，好自为之。那3000两银子我要不给你，你是不是到门主那儿告我中饱私囊？眼看门主产业被盗，我却无所作为。小子，我在南都多年，为门中兢兢业业，就算你是门主的亲传弟子又如何？不见得比我更受他倚重。这样，咱俩各修书一封，看他到底信谁。你笑什么？莫爷与我一个重权，一个重利，实乃一丘之貉。都已经拔出来的剑了，再收回去有用吗？5分利，我借莫爷3000两为宜，5分利，1月之内偿还。10分利吧。看来你当真是走投无路了。莫爷连10分利都看不上，那不如这样吧，借1还10如何？1月之内我若还不上，任凭莫爷处置。怎么还不出来？要不，咱来赌一把？哼，我可不想欺你。哼。哎呀，不曾想分离来得如此突然。云香兄，告辞了。金兄，当真要走啊？愿赌服输嘛，咱们江湖再见啊！你这一走，我必是百死一生。哎，不是还有舒亚楠吗？金兄，你在我心目中才是真正的一代豪侠。罢了罢了，云公子，云公子，这是莫爷给您的。他奶奶的！金兄还是舍不得我吧？哎，我就烦你摇头。打一架！这广汇庄的莫老板，也是你们的人？管他是不是呢，起码他是钱庄。这难道是你借的？你有资产抵押？都借1还10了，抵什么押？借1还10，3000两你要还3万两。限期1月之内偿还。与你为盟太过激荡，不只求速战速决。下一步干什么？快点说吧。哎，眼下就有件事情，真的需要你帮我。对了，叔，文聪的债务商户是还了一些，可我记得他当年欠我们广汇庄那些银子，险些让您歇业。这事儿为何不和云香说？说了有用吗？他会信啊？6000两拍下连胜方，这么荒唐的买卖，还要借1还10，这公子香真是奇怪。不管怎么说，如果他如约还上了3万两，就当是一笔意外之财了。
如果他还不上呢，真会离开南都吗？此人我还琢磨不透。不过经此一事啊，朋友是做不成了。就这些啊，您收好。哎，好嘞好嘞。您回去之后呢，替我先谢谢金大侠。辛苦您跑一趟啊。恕不远送啊。哎，能用一下茅房吗？不是说有10几个孩子吗？叔叔，请叔叔带小玉走。小丫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短命鬼！夫人，我看这金彪一时半会儿也离不开南都，再来还真是个麻烦。那要不咱跑吧？咱这营生到哪儿都能干。废物！今天躲了金彪，明天还有银彪、铜彪、铁彪怎么办？也躲。哼，又不是第一次用刀客上门来找麻烦。这小子不知还有多久，要不你上车上歇会儿，我寻个地方喝酒去。你好生等着，我还有事儿。那6000两纹银就已经点清了。这个是连生方的伤契，2位请功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2位可以在上面签字画押。那麻烦钱叔盖上商会的公寓。那还是随我到内堂去盖吧，会长也在等您。成了。姐，你这几日又瘦了些。你数数有几日，你从扬州回来，就一直躲着我。这个连胜方虽然不值6000两，但是不说这些了。明玉，你可是真心的，你执意拍下连胜方，就是为了给那个姑娘一个安身之处。姐，我是真心的，我这心里眼里只有她。朝廷不让贱籍与贫瘠通婚，我后面想办法帮她脱籍就是。脱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现在打算的怎么样？眼下只能保她不被唐晓欺凌，后面还没有详实安排。我可以帮你。姐，你不反对了？姐姐对你管教严苛，是怕你一时兴起误人误己。但是这2年，我看得也清楚明白，若是心中有认定的人，是一件幸事；只是为了门第差别蹉跎了岁月，才是真的可惜。不过有一事你需要答应我。姐说。我可以帮柯姑娘脱籍，但是你必须专心研究商道，
因为苏家的家业，将来还要你来支撑。苏公子到家了。拍下连生芳赢得美人心，怎么还不开心啊？你莫不是一得逞就没了兴致？若是这样，我可……二位东家救连生芳于水火之中，孟兰在此替方中姐妹一并谢过。公子赌计万中无一，连生芳迎来了一位好东家。柯姑娘谬赞。孟兰，孟兰不知何以言谢，擅自备了薄酒，还请各位移步楼上。有我，如何能少得了金爷啊？柯姑娘，此处现已记作我的财产，你不必跟着了。我想带金兄四处看看。啊，东家请便。快！孟兰正好有话要对公子讲，请。孟兰，孟兰，为何今日见我不如往日亲近了？往日若是有让公子误会的地方，实属是孟兰的错。公子拍下连生芳，孟兰心中千恩万谢，日后定当尽力做好泊头，再无其他，还望公子明白。这是为何？公子有何不解？若拍下连生芳的是张公子、刘公子，孟兰也需将自己一并奉上吗？这是商界规定，还是人情暗律？你知我不是他。孟兰，我以前没问过你，我今日只问一次，你心中可曾有我？公子可知，这世间情字，偶有坚如磐石，多的如浮云一般，不必入心劳神。孟兰，你可以不信别人，信我一次可好？公子请自重。舒姐姐，回来了，我与你同去。当时我们误入了那家客栈，外有官兵，内有海寇，刀光晃眼，箭矢乱飞。不过以你的身手，当时应该能杀出去。那是自然。可那两个半大小子功夫不行啊，都是闯天涯的刀客，我自己逃出去，那叫什么事儿啊？是吧？来，给哥满上。听入迷了，金哥勿怪。不打紧。我当时就跟他俩说，我说小子们，今日想出去，只有一条路，我们就从这茅房里摇出去。我们就摇出去了。摇什么呢？若是笑话，便再讲一遍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啊！
金兄正在说他的轶事，他怎么闭嘴？怎么能跟柯丫头说这些？姑娘家听不得这些。啊，好。我虽不知是何笑话，但是看见天狐这么笑，还是头一回。丫头，金大哥敬你一杯。啊，咱俩有眼缘，以后这赌坊若有人滋事，我帮你平。梦来谢过金大哥，这赌坊有云公子做东家，想必日后定是太平。来，干！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此眼前美景，千金难买。奈何良辰美景，却无红袖添香，似是遗憾。你错了。说红袖添香，太过轻薄。人间多少不平事，情路不顺，算得几何？我倒替你感觉到悲哀。你说你这个人，心里竟无一份热气。柯姑娘缘何要疏远公子？公子可知道？你心中藏着千万事，并非磊落之人。可有些事，又只有你看得透。或许还能提供解决之道。我确有一事，你能否为我保密？我姐愿意帮孟兰脱籍，也答应我，可以娶她回苏家。那苏姑娘开的条件是修习商道，接手苏家产业。此时此困，或许可解。你有法子，可以不依靠家姐帮孟兰脱籍。要脱离贱籍，需打通月芳司。唐啸作为南都赌业的龙头，必定和月芳司交情匪浅。找唐啸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他当初便已帮孟兰脱籍，要孟兰与他为妾，条件皆可商量啊。苏公子，你若信我，此事交于我如何？